喂，好啦，大家好，今日咧就星期五，5月嘅30號啊，今日咧我就唔出 AI 新聞，因為咧我就冇乜時間，我就想去行展覽會睇下多啲唔同嘅泰國嘅 product， 咁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咧之後可以介紹俾大家。但係咧就唔代表我唔出片，因為咧我最近咧就喺呢一個網絡上咧就睇到好多消息啦，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下。咁係一個幾嚴重嘅消息嚟嘅。咁因為咧就最近咧5月21號嗰一日咧就出咗個新聞，就係喺泰國芭提雅嘅警署嗰度咧，咁其實就拘捕咗泰國銀行咧就幾位職員。咁因為咧佢哋就牽涉咗一啲嘅案件，就係幫一啲嘅中國人去開銀行帳戶，咁而係跳過咗一啲嘅基本嘅程序啦。咁而當佢哋開咗呢啲嘅帳戶之後咧，就嗰一啲嘅中國人啦，咁就利用呢一啲嘅帳戶咧去做一啲嘅洗錢嘅行動。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個嘅喺呢個案件當中咧，咁其實警方咧就去拘捕咗嗰啲嘅銀行職員。咁自此之後咧，就呢幾日咧，就泰國嘅Bangkok Bank 啦，咁佢就已經係凍結咗好多不明來歷嘅帳戶噶啦，咁就為咗防止一啲嘅銀行嘅帳戶去繼續去俾人去利用去洗錢。咁而當中咧，亦都牽涉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咁譬如就係可能本身一啲係正規開戶嘅人啦，咁又或者一啲係冇一啲嘅工作簽證，而佢哋亦都冇長期嘅簽證而開咗戶嘅人，咁佢哋嘅銀行嘅帳戶咧，亦都係俾人封咗嘅。咁喺呢10日8日當中咧，就好多唔同嘅影片咧，就擺咗晒上去呢一個嘅網絡啦。無論係抖音又好啦、TikTok 又好啦、小紅書都好啦，咁好多人就去求救啦。咁我哋先嚟睇一睇咧，一啲嘅律師行咧，咁佢哋點樣去發表呢件事先。泰国大面积的中国人银行账户被封了，其实这件事情还在扩大。像现在不只是曼谷银行，像什么大成银行、K Bank 也都开始在陆续封锁账户。其实大家也不需要太惊慌，因为真正需要惊慌的是那些资金来源不正规的人。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还没有被封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自己的银行，就是自己办卡的那个地方去重新去更新一下自己的资料。比如说像那种换了签证的、换了住址的、换了电话卡的，电话卡也一定要实名认证，因为银行那边也会查。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被封了，后面有迟迟不解封的话，那就要多带一项证明，就是你的资金来源凭证。比如说像这种汇款单啊什么之类的，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把自己的钱再转给什么其他第三人，这种是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除非是银行真的是要让你消耗的话，你就一定要把自己的现金给取出来。不过这种情况的话，现在看来真的非常的少。其实面对这次封锁，最危险的是那批以前用旅游签证过来办了账户，然后走地下钱庄换汇买房的那批人。地下錢莊它沒有辦法給你提供資金來源證明，你學廢了嗎？好，首先咧講乜嘢叫做係資金嘅來源證明啦。其實咧每一次係匯款過嚟去泰國嘅時候咧，咁其實必須要去將嗰一個嘅用途咧去列明嘅。咁譬如就我每一次咧我用 Wise 轉錢過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咧都需要去列明嗰個係咩用途嘅。譬如佢入邊有啲選項啦，譬如係一啲叫做係個人嘅生活嘅使費啦，或者係你要去買一啲唔同嘅用品啦，咁或者係你要俾學費啦，咁你甚至乎當然其實就係講緊係買房嘅，就係你買樓嘅，咁嗰一筆錢咧，其實當你要去買，譬如你買 condo 咁計啦，咁你要過我假設你係要過200萬泰銖過嚟嘅話，咁你只能夠一筆過錢過嚟嘅，咁你都要去列明嗰筆錢咧係用嚟去買樓用，到假以時日啦，即係譬如你去要去賣樓啦，將嗰筆錢咧就攞翻出嚟，譬如你要翻去大陸又好啦，翻香港又好啦，台灣又好啦，咁你要匯翻筆錢出嚟嘅時候咧，咁你就必須要去寫明就係其實嗰筆錢咧就嚟自於去賣咗樓嗰筆錢嘅，咁先至可以俾你做翻匯款去匯翻去外地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就嗰筆錢咧，其實佢哋亦都變咗係一個來源不明嘅帳目嚟嘅，咁所以呢一個係非常之需要留意。以上咧就係呢一個文華律師行咧，咁佢哋個入邊個博主啦，佢哋所出嘅 video， 咁其實咧佢哋另外仲有一啲嘅 video 嘅，咁我可以俾大家睇埋都 OK。泰國銀行卡被封怎麼解封？你沒有長期簽證的話，最後基本上都是取錢銷戶。如果說你這個賬戶餘額低於5萬泰銖，你帶上這個護照啊、銀行存摺啊就 OK 了。如果說你這個餘額高於5萬泰銖，你還需要提供資金來源證明。你比如說國內的工作證明、銀行
行流水等。如果说你是有这个长期签证的，那你解封后这个银行账号还是能继续使用的。你去解封的话，你带上这个护照、银行存折、居住证明、资金来源证明。这里单独说一下，如果是 DTV 签证和非工作签证，你这个资金来源是不能来自泰国的。现在是这个解封高峰期，如果说你提交了这些材料还是没能解封，那咱就再等几天，反正这个钱待在银行里它也不会跑。同时呢，你解封的时候材料齐全一些，正式一些，你的态度再好一些，毕竟银行工作人员的这个主觀判斷對於你能否解封影響還是挺大的。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講緊就係話嗰個資金來源。咁因為咧，假設你並沒有泰國嘅工作簽證嘅話咧，其實你基本上咧你冇可能喺泰國生產到收入嘅。咁所以其實你所有嘅資金來源咧就必然係會喺外國嗰度過嚟嘅。假設你喺香港工作嘅，咁你呢邊有個 DTV 嘅簽證啦。你冇可能你會喺度會有突然之間嘅收入嘅，即係你唔會生產到一啲嘅收入來源嘅喺泰國，因為基本上你個簽證唔係俾你喺度去揾錢噶嘛。咁所以即如果你假設你係有銀行帳戶，而你嗰個簽證並不是喺呢一度可以揾到食嘅話咧，你係冇任何嘅原因可以去解釋到點解你會喺度有個收入證明，會有一個資金來源嘅證明。咁所以就大部分嘅資金來源咧就必然係喺外地過嚟嘅，無論你係 DTV 簽證又好，退休簽證又好，學生簽都好，呢啲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就點解其實就係話，亦都同時講啦。咁其實入邊個博主點解就話，喂你要耐心等下啦，或者其實有一啲好主觀嘅判斷啦。因為有一啲其實你係可能可以去解釋，但係亦都對方亦都知道，屌你吹水嘅啫。咁嗰啲根本就係你用乜嘢嘅解説都好，常人嘅常理係可以判斷到出嚟嘅。咁所以就有陣時你話可能真係你要去耐心去等候佢哋點樣去解決咗呢件事佢。咁另外咧，我哋再睇另外一啲唔同嘅博主啦。这2天在泰国发生了挺让人无奈的一件事情。先说在泰国华人遇到的麻烦吧。最近有90%在泰国生活的华人用的大部分都是盘古银行的卡，这些卡全部都被冻结了。毕竟好多地方都没有办法使用中国的电子支付，可现在呢卡被冻结了。虽说钱能取出来，但是特别的麻烦，还得去银行登记核实。而且泰国对于在泰的华人长期签证这个也挺奇葩的一个规定，办长期签证得有银行卡，去办银行卡的时候呢，银行卡又得要求你有长期签证，这逻辑呢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绝大部分的签证都是假的，一旦出现了问题，那就是直接取消签证，严重的会被遣返回国。你们看看有多少人在泰国办的学生签，那些学生签办理的华人，他们又去上学了吗？因为在泰国办签证就是办学生签，他是一定要去上学的，绝大部分人用的都是挂了一个身份在学校里边，但是今年已经开始严查这个问题了，我估计很多人已经被查到了。还有呢，曼谷的出租车司机这2天呢集体罢工抗议，原因是嫌网约车 Grab 和 Bolt 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在机场抗议堵路，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从机场出来的人都想尽快打车走，而且网约车上车点呢比租车的地方还要远一点。为什么大家都选网约车呢？还不是因为部分的出租车司机呢经常踩客不打表，相比之下网约车的价格呢就比较公道，所以大家才更愿意选网约车。他们这样抗议真的是让人很无语。其实泰国政府现在也挺头疼的，泰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会面临市场淘汰法则，但是绝大部分的泰国人过得太安逸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最近政府一直严查各种不规范行为，这也就能看得出来泰国政府想要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泰國。我相信總有一天泰國一定會越來越好，吸引更多的人願意留在這。同樣道理啦，咁其實呢一個博主咧，咁佢講嘅説話嘅內容咧，其實都係有少少不解嘅，因為先講前半段啦，前半段就係講緊一個雞先同埋蛋先嘅問題啦，就係你有學生簽先，還是你有銀行帳戶先？其實基本上咧，你係你唔可以有任何嘅
逗留嘅簽證嚇，無論係長期好、短期好，咁短期就一定唔可以喺度開到個銀行帳戶嘅。咁所以就你話喺度要開咗個學生簽之後，先至有個泰國嘅銀行帳戶咧，呢一個係肯定㗎啦。咁但係今時今日仲會唔會就係其實如果你喺度開個學生簽證，仲可以開到銀行帳戶咧？係一個未知之數嚟嘅，因為以我所知，亦都唔係咁多銀行願意去接受一啲嘅學生簽證，佢哋嘅人去申請一啲嘅開戶。冇辦法，因為喺呢一段期間，喺呢一年裏邊，或者喺過往呢2-3年裏邊，實在太多呢一啲嘅類型去發生啦，即係呢一啲嘅洗錢嘅案件啦，其實都係陸陸續續咁發生。咁所以銀行亦都唔係太願意去為一啲嘅來歷不明，或者係嚟自於直接啲講，或者嚟自於中國嘅居留嘅人，咁會去幫佢哋開戶，呢個係好正常。咁佢喺後半段講一啲，其實都係想要去講一啲好説話俾大家聽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其實就嗰啲唔需要太關注，係啊。咁好，另外再睇另外一個啦。各位来泰国养老或者是旅居的朋友要注意了，最近有位中国大爷，他把在国内卖房的房款1400万泰铢打到泰国银行账户之后呢，就被泰国银行冻结了，并且被税务局要求缴纳了几百万泰铢的个人所得税。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他在泰国累计居住满180天，按照泰国税法的规定，他是属于泰国的义务纳税人，他有义务要就他当年在泰国取得的收入，以及他在境外取得的收入，但是打入泰国的部分的总额，去缴纳他的个人所得税。咱们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今天就让我来教您一些锦囊妙计。首先，第一，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居住时间控制在180天以内每年。那按照税法的规定，咱们就不会被判定为是泰国的纳税义务人。如果说咱们居住不满180天的话，那咱们也就没有义务要去向泰国的税务局缴纳和申报个人所得税。第二，根据泰国支付计划，税务局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发现银行用户每年转账交易笔数达到400笔，而且交易总额达到200万泰铢的时候，是有义务要将该用户的信息转发给税务局的。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转账总额控制在每年200万泰铢以内，用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咱们被税务稽查的风险。还有第三点的话，那我们需要准备相关的文件去证明这些不是咱们的收入。那比如说咱们一整套的购房啊、买房的证明，然后还有就是说相关的文件、手续这些，去证明说这1400万泰铢不是咱们的纯收入。那咱們就只需要針對咱們收入的部分去繳納個人所得稅就可以了。呢一個嘅視頻啦嚇，我覺得叫影片啦嚇。呢一個嘅影片裏面咧，咁其實佢都會講咗話講嗰個稅務嘅要求啦。其實就講緊係180天嗰樣嘢啦。我覺得就呢樣嘢係講多咗嘅，講多咗意思係因為呢樣嘢係未正式去實行嘅。咁佢係利用咗一啲網上嘅一啲嘅消息啦，咁去攞出嚟去佐證佢自己講嘅嘢。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係現時並沒有去推行緊，咁只不過係構思緊，即係政府嗰邊去構思緊一啲嘅政策。咁所以就當然你話可唔可以作參考咧？我覺得係可以嘅。咁但係另外就係佢後邊講嗰樣嘢收入證明咧，我覺得就非常之正確嘅，即係同我頭先一開始講嗰樣嘢就係話，你講緊你自己嘅收入嘅來源。並沒有可能喺呢一度嘅產出收入。其實你只要想像到一樣嘢，就係你個工作證明喺泰國，你就有能力去創造收入。但係如果你冇工作簽證、冇工作證明嘅話，咁你基本上你唔可以有收入可以喺泰國生產到出嚟㗎嘛。咁所以呢一方面大家必須要去注意嘅。咁另外就仲有好多奇葩嘅影片啦。咁所以就即係嗰啲影片就好鬼搞笑嘅，即係尤其呢啲啦，俾大家睇下先。緊急提醒，在泰國銀行開戶的注意啦！近期泰國局勢有些不穩，涉及中國人開戶的問題較為敏感。如果你的賬戶有大額資金，很可能會被凍結。為避免不必要的損失，請盡快核對賬戶情況，尤其是大成和曼谷銀行，沒封卡的先把錢取出來。封卡的帶着材料去銀行申請解封，只要可以證明你賬戶的錢來源乾淨，不用擔心你的錢取不出來，銀行會根據實際情況看是否收回你的銀行賬戶，去開戶行處理最好。曼谷銀行被封了解決辦法，
带着本人护照、家存舍本去到源开户行提供信息进行账户体现。注意，一旦账户被封，不可解封，只能進行提現。呢啲影片咧，即係嗰個嘅博主咧就好陰陽怪氣啦，即係唔知佢究竟佢個表情同埋佢所講嘅內容係有咩關係啦。即係我覺得就係好鬼揞眼嘅。咁但係即係先唔好講呢樣嘢啦。咁但係就某程度上佢講嗰樣嘢都係屬實嘅，因為喺網上咧，咁而家就尤其喺中國嗰邊咧，咁無論係小紅書又好啦，抖音又好啦 ，TikTok 都好啦。即係好多呢一啲所謂嘅中介就係可以幫你去解封，咁當然其實佢哋所謂去解封，咁叫做幫你去進行一啲手續，你係佢叫做係話可以幫你去解封，但係你都要俾錢佢。好簡單一樣嘢，其實就呢啲嘢咧就並不可信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哋都係多咗一個途徑去叫做揾錢，但係佢哋能唔能夠保證可以將你嗰個銀行帳戶去解封咧？呢樣嘢係好待商榷嘅，因為其實本身假如現時好多嘅銀行帳戶其實點樣去開咧，就係話因為好多所謂嘅中介佢哋係出現喺泰國，所謂嘅中介其實都係一啲嘅不明來歷嘅人嘅身份，佢哋冇開公司嘅，純粹係一個個人嘅人頭嚟嘅啫。咁而好多時就係佢哋去幫一啲嘅外地嘅客戶啦，嚇，無論係外國人、西人又好啦，或者係中國人又好啦。咁假設你去做一啲嘅銀行嘅開戶，或者你要辦駕駛執照，咁你係經過啲嘅中介去做咗。現時喺泰國發生嘅事件就係其實因為有好多中介佢哋經過啲地下渠道去幫你開戶，去幫你去辦證，而你想做嗰個解決辦法，亦都係同時間嚟自於呢啲咁嘅中介嘅話，即係你覺得呢件事能唔能夠成立呢？即係其實大家用腦咧就可以想像得到噶啦，即係唔好因為你話入邊我有好多錢喺度，跟住然之後我個人就急啦，跟住然之後就唔知點樣都好。唔知點樣去解決，咁就要去揾呢啲嘅中介，即係我覺得就完全唔可以去相信呢啲嘅中介，因為尤其你話可能係買房咁計啦，即係以往嚟講咧，喺好多唔同嘅 YouTuber 又好啦，或者係一啲唔同嘅 TikToker 啦、抖音啦、網紅啦，咁嗰樣嘢都好啦，就話俾你聽，我今日介紹完個 condo， 哇，好撚靚個 condo，好撚靚，跟住之後，好想買啊，咁想買。OK 嗰啲都算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喂好多時咧就係有陣時你話可唔可以買別墅啦？咁別墅其實就係講緊係連地嘅，跟住然之後你介紹，我屌你喺個影片度介紹完個別墅，跟住然之後你問我你話係咪純粹介紹？我好肯定一定唔係。咁當然佢哋會轉介去俾啲地產公司，跟住然之後就話去幫人去買啦。咁但係以泰國嚟講，你想買別墅，外國人想買別墅，基本上係唔可能嘅，因為泰國所有嘅資產嘅佔有，尤其係土地上面，係外國人係唔能夠買，因為別墅係連土地嘅。點樣可以買到別墅？就係其實有陣時你話我可能我去成立公司，跟住然之後就係喺呢一個過程當中，你個佔股就只能夠最多係49%，咁好多時就係喺呢一個嘅開公司嘅時候就會去掛人頭，咁可能喺51%裏邊係掛咗2至3個嘅泰國人嘅人頭，但係而呢一樣嘢咧，你並不認識嗰啲嘅人嘅，咁可能你湊夠咗3個人頭，可能律師行去幫你去做咗，跟住然之後你就去買咗嗰個嘅別墅，又或者你去開其他公司嘅業務。當然如果你話唔俾人捉到，咁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喺今時今日裏邊，其實因為喺泰國實在發生太多次係中國人去利用呢一啲嘅途徑去做一啲不法嘅行為啦，開餐館啦。或者去做洗錢啦，或者係買別墅啦，買完別墅跟住仲喺入面去做埋一啲嘅不法業務啦，去詐騙啦，即係做咗個 call centre， 跟住擺咗好多人喺入邊去打電話啦。呢啲其實喺今時今日嘅新聞裏邊去播咗好多次出嚟㗎啦。咁但係依然仲係有好多人去相信呢啲嘅中介嘅説話，或者係一啲嘅網紅佢哋上面所講嘅説話，其實唔會嘅，唔會有人去 check 你嘅。但係如果萬一你係俾人去抽稱到、去抽查到，甚至乎佢哋未去做呢一個調查行為之前，已經係凍結咗你嘅資產，咁你就會得不償失。呢一樣嘢就係其實點解
好似你話喂，我喺泰國我都想做的，而且確呢樣嘢好吸引。咁因為你去買地，尤其泰國嘅發展商佢哋俾出嚟嘅佣金係真係好高嘅。咁而另外就係話，喂，其實你做一條龍，可能你幫人開埋公司嗰樣嘢，咁你係做好多嘢。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你唔係幫緊人，即係我講嗰啲嘅網紅，咁你係害緊人，或者即係你未去到害人嚇，但係可能到一日有件事，呢件事去發生咗嘅時候，你點樣去同人去交代咧？即係你可能人哋真係諗住過嚟養老，我要買別墅，或者我要去做好多嘢，甚至我要搞生意。但係假設如果呢啲事真係發生咗咧，你賺咗個佣金 and then 嗰啲人就要蒙受咗呢啲嘅損失，甚至乎佢哋連養老嘅本錢都冇埋啦。咁點算咧？即係我覺得即係揾錢揾食還揾食，但係唔好去傷害到人。而真係有陣時你話喺外國人過到嚟去泰國點樣去生活，或者想用一啲嘅捷徑去做一啲嘢，冇事咪冇事咯，係咪先？咁你有事嘅時候，你自己上面嘅風險一定要去自己承擔翻去。咁呢樣嘢真係我覺得喺泰國而家現時呢個打擊上面，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當然你話我覺得亦都算係好流程嘅啦，因為純粹係凍結咗資產，而唔係全部每一個人都要去收監。因為某程度上其實呢啲已經係涉及一啲賄賂上面嘅行為。咁你話好多時好多人就係話喂，東南亞國家，咁呢啲嘢基本上就一定會發生㗎啦。咁好多唔同嘅途徑可以做到好多嘢啦。係嘅，咁不容否定嘅呢樣嘢。咁但係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大家點都要去為自己去着想，唔好因為去想有一啲嘅捷徑去做到，跟住然之後令自己去冒上呢啲嘅風險。咁但係我都係要讚嘅，即係我覺得即係泰國政府做咗咁多嘢，其實真係要請阿小鳳姐出嚟去高唱一曲。係啦，咁其實即係關於呢一啲嘅開公司或者銀行帳戶被封嘅事咧，就真係。哇！即係呢輪真係實在非常之太多，我覺得就可以講一集都唔止啊，直情講3集4集都可以。咁最緊要就係其實大家唔好急咯，係唔好去亂咁信一啲網紅，唔好亂咁信去中介。如果你個銀行帳戶不幸被凍結咗，直接去銀行去解封嚇。咁如果你話真係入邊係有唔少錢，而你經過一啲唔知咩途徑去開到戶嘅，可能去到低聲下氣少少，咁唔好去發爛，咁或者仲有網開一面之餘，咁所以就係如果大家有冇啲咩經歷，或者嚟緊係做咗啲咩事，可能係已經凍結咗，或者嚟緊會解封嘅，咁已經係做咗呢啲事嘅，咁歡迎喺留言嗰度去分享。我亦都可能會繼續去跟進呢啲事嘅，咁所以就係啦。咁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先。講多兩句啦，咁因為咧我就一直都唔係好建議將現金咧就擺放喺泰國嘅境內嘅，係有需要用嘅時候咧就將一啲外國嘅現金轉帳過嚟咁就可以噶啦。而我一向使用嘅平台咧就係 Wise 嘅平台，以往咧我亦都有舊嘅影片去介紹點樣去使用呢一個嘅軟件同埋呢一個嘅平台，大家可以睇翻舊嘅影片。而同時間裡面亦都有一啲嘅推介嘅號碼。咁大家可以掃咗個 QR code 或者點擊嗰一個嘅連結就可以開立戶口。開立個帳戶嘅時候係完全免費，直至到你要去用嘅時候先至會收取一個相關嘅手續費啫。咁大家可以睇舊影片去了解一下。